老对手的再次碰面。重庆狼队先班先选，一上来把海月送上班位，这场比赛也没有挑战者的祝福。看红色方的快手了，看他放什么出来吧。对山先搬掉，哎，太熟了这两个队。然后就是吃叉这个点你放出来的话，狼队是可以考虑一抢的。道仔、小胖、青青都可以拿这个英雄。这外面还有空空儿的悬念在。然后他把海诺给搬了，空空儿也得他搬这个海诺是有点逼搬空空儿的意思。主要狼队的空空儿厉害，就一生的空空儿非常厉害。他把空空儿就是放出来，你搬不搬？你不搬好，你外面没有海诺了，然后你把什么东西处理掉，空空儿直接一拿完了空空儿，那这个牌子就是快手这边反手你就必须得考虑接这个公孙离。对，你接这个公孙离反手就是一个戈亚，就是一生的这个空空儿不是他的本命英雄，但是现在是他手上强度最高的英雄。对，就看快手这边要不要按他的逻辑出，他没按这个逻辑出，选择了出狂铁加鲁班纳斯，他不能进这个圈套，进这个圈套的话，他后面他红色方就会变得极其的被动，不往里跳。大家如果有看过年总决赛当时那个纪录片，其实非常精彩的就是战文玉教练和 SK 教练的 BP 博弈，就是互相在打牌的感觉。没错，进。先进看看，接下来是要不要出射手？选了个狄仁杰，就防你可能会出父子，防一手。对，快手他出鲁班大师的这一步，其实也有点打乱狼队他的策略，因为狼队其实是想，你如果要是出这手公孙离的话，那我就戈亚了，是吧？但你没这么出，你没这么出的话，反而是让他原本想要这么走的这步棋变成了狄仁杰。但是他这手狄仁杰一出的话，那快手再变阵，我不出7号了，我出橘子，内容眼熟啊。他出橘子以后，接下来狼队就得想，那我这7号搬还是不搬？我搬的话，我占一个班位，你可以不出这手鲁班7号，像不像？他可以出艾琳，因为 SYG 上一场这个比赛的阵容的感觉，对，咔搬掉一个，这次真有 SK 啊！对，这次真有 SK， 把吕布处理掉。那all in 搬掉，那狼队如果要是绝一点的话，就是我狄仁杰不怕你这手给你放7号，我把7号放给你，但他其实下路已经是空空儿了。他并不是杨玉环和墨子这种，但他有劲，其实也还好。那西施上了班位之后吃叉，我感觉他好像不会搬。看起来也不像是要搬鲁班7号的样子。他如果搬鲁班7号的话，其实他就是从主动变成被动方了。他现在搬掉一个吃叉，就是也防了你一手发一路吃叉。但是我没人可切。关羽 ，KSG 搬这手关羽的话，7号其实是可以考虑拿的了。是可以考虑拿7号的，看狼队怎么说了。要不要给他送上班位？还搬掉了这手关羽逼搬，就是我搬关羽，你7号必须得搬，你不搬我7号，你就难受吧。对。然后艾琳出来，好，你这手狄仁杰拿出来，其实他已经准备好艾琳了，但是因为你必须要搬这个吃叉，你不搬吃叉的话，我吃叉再一出，你就没办法了。我这吃叉再一拿，强度太高了，上狂铁下吃叉，然后中野辅都是开团点，都是强攻点，你又切不动，对你又不好玩了，你又没后排可以切了，所以他吃叉必须得搬，所以艾琳就放出来，艾琳去打狄仁杰。来了，先来一个夏洛特对狂铁，包括说打鲁班大师各方面都还可以。再来了一手安琪拉安琪拉的话就是和自己家的空空儿打个 combo 的，没错。然后并且能够稳中轴，稳中线权，然后边路必须要挂一个比较强的单带点，因为你边路是个狂铁，所以我边路是没有办法做的再比你狂铁更强了。与此同时，他只能选择一个我在中期，我可以说我 CD 鞋出来加上这个荆棘护手出来之后，我就可以在线上跟你狂铁1v1了。对的，只要 CD 够，下头打谁都还一样。然后这套阵容选出来之后，狼队他其实在后2手做了一个比较强的单带点，然后 KSG 则是做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续航点和不是特别依赖鲁班大师上去强开了，因为杨玉环可以用2技能上去接一波。就是整个 KSG 这里还是要看他们自己这个选手之间的配合怎么样。就阵容上倒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他们的这个磨合成本肯定是要高于重庆狼队的。对，这点才是重点啊。狼队这的话就是比较期待，我比较期待他们这个小 combo 啊，就是安琪拉、空空儿包括狄仁杰这3个人之间能打出不少的花样来。对，他包括带上打野，他们这套阵容的先手击杀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 KSG 在5楼才选择了一个保命和容错率比较高的杨玉环。要不然你选别的中单，你遇到空空儿带晕眩上来给你一波中单加打野是安琪拉和镜秒你的，对，直接秒的，动弹不得。选择了一个高容错，并且在中轴的对抗强度上也能够有的英雄，因为毕竟杨玉环是能够去跟沈梦溪去做对抗的，阵容的爆发非常高啊。
但现在的话，也已经阵容锁下来了，不能再改变了。这场重庆狼队跟 KSG 之间的比赛，其实真的很有趣。在挑战者杯的第1轮，两支几乎可以说决赛圈常客的队伍，将会用一场 BO5直接淘汰一支队伍。这个组别其实真的很残酷，因让为这个人组别除了这2个队伍之外，还有 WE 和 DYG， 对吧？在底下对也是必须得走一个队伍的，让人非常兴奋。这场比赛就是你往上走了16强，对吧？但是你如果停下来了，你就是突破队史最差成绩。这只能说赛制残酷，强行让你必须得走一个，没对啊办法。，你强行你就必须得有一个留在32强。这次真的也诠释了什么叫做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而且非常重要。这就是杯赛啊，就是说挑杯好看的。挑杯一方面就是大家争夺那个 FMVP， 还有一方面就是挑杯新颖的赛制。其实今年的挑杯来讲，我觉得它是最残酷的一届，但也是最好看的一届，就不得不说，我觉得它的观赏性，因为这次赛制的原因，其实一定程度也变得更精彩。就曾经我们看不到的很多画面，这次都会诞生出来。这个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宿命吧。32强抽签，我也要碰到你的。关键是我们不打 KPL 的比赛，我们还是碰到过。来吧，双方第一局比赛，蓝色方重庆狼队，红色方 KSG， 我是李九。大家好，我是瓶子。哎，进入比赛。开局是子焕帮助小胖提速，然后中轴单挂了流浪一个人去拿这波线权，然后下路的双人组是做了一波2v2，对，压得非常凶。但下路的血量还是狼队这边更赚，但是流量会先到，因为安琪拉毕竟是后线，先到之后就过来去拿下路的红隼，但是看这波往前拼得很凶，还是拿到了。就打打看。毕竟是3个人嘛，安琪拉是后到的。对。然后过来去抢赤甲，赤甲被狼队给拿到。像下路的3组野怪的话，毕竟狼队还是保了一个快手家的赤甲，然后快手家拿了红隼，就已经够了。对，那3组野怪能拿2组嘛？是的，少了一个公共资源。这样路这里这2个英雄其实真的，也不会有太多的什么画面了。下路的奇妙就是前期我好像谁都打不过，但是等我就是4级之后，好像谁都有的打。他真是万物开。特别如果 CD 些陨星一出 ，CD 拉上来就没什么可怕的。上路子焕做了一波协防。等等啊，这个位置很奇怪的一个位置出现了人。百姓也靠过来，这波上去打一波，先给个2技能上去，再一闪踩一脚，杨玉环再补一个2技能，最终是拿到了1血，带走了青青。这个位置就是流星上来直接压空间之灵的位置，这一压起狼队这边反应过来不对，肯定有人。但想撤已经撤不走了，子焕留在后面留了一手2技能，想帮忙青青拆一下火，把青青接走，但发现实在接不走。开局快手做的事情有点多啊，他们一上来是帮助风萧在下路拿红隼，虽然丢了自家的赤甲，但立刻转中转上，然后帮助队伍拿1血。虽然上路那波空间之灵丢了，但他出来的这个位置好啊。对，他没有选择从河道横插过来，他跑得很快。就这几个人他们在一起，也确实磨合了蛮久了。他刚才从那个感觉。他从三角草的位置上来之后躲不开了，回了镜头一回来，在中路的位置句号被抓了。对，一来一回好像又医生过去用晕眩补先手，然后小胖跟子焕2个人交全技能，把句号给秒了，爆发了。因为子焕这波也把闪交了，医生也把晕交了。来回看一下，这波应该就是这样的，橘右京过去，然后进先手，然后安琪拉上去补技能。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办法，有点猝不及防。太远了，这2个英雄。对他们这一波清完线之后的第一时间的走位是给句号的感觉，3个人清完线就跑了。对，杀了个回马枪。哦，有孤独的战士。没事，没有北深孤独。看吧，这么一来一回的话，狼队对抗路这边的前面的一点小劣势拿回来了。这个也是 KSG 这把要小心的点，就是狼队这几个英雄，他开团的拒敌包括突然性都比较强，
很容易猝不及防的一下出问题，而且爆发太高了。静和空空儿这两个英雄的先手能力，他距离比较远。对，我看到了，上去直接开大，但是婉欣也挑走了。安琪拉这一波技能并没有全中，所以状态只压了一半。但是打了婉欣一半状态之后，狼队这边是交了中辅的双大招。 要等一波技能，然后再去争这波龙团了。上路把线抢完，抢完之后，快手的上野可以先靠过来，这样夏洛特是后线，夏洛特过来会比较慢。狼队得把龙坑视野让出来了。夏洛特第一时间没往过靠，这波应该也是地下不准备过来了。对，这龙估计得放啊。就野河这个位置，第一条龙还是不是很想碰。就大部分野河不会冒死来打第一条暴君。小胖还是就是把这种事情拎得比较轻的。是的。 经济不能崩，我打一波龙团打崩了就不行了。但下路打得起来，这波技能，点击红还没有中，开回来了，开回来，拉回了子焕之后，子焕就走不了了。这位置压有点深啊，这位置是主动动的手吧？看这个位置。对，那个位置是狼队上去先在快手的赤甲位置先动手的，但动手容易，撤出来难。因为你在跑的过程当中，有闪的鲁本纳是太好留你了。 那小胖也不管，闷头刷自己的。3800的经济，句号是3600，差200。算你也缺。过来拿小资源，然后给上路的一塔施压，下路狄仁杰再推一塔，这波是快手的镜像。对，知道你在草里有人，上去2技能定2个，进过来打一波，杨一环直接交大招。小胖这把容错挺高，但是肉镜。流浪这波是被小胖把大骗出来了。 小胖没有想开塔，那不敢犹豫。这中间但凡跟个安琪拉什么的，直接秒了。你要不早点交大。紧接着狼队因为打了流浪的大招之后，换了一条龙，把主宰拿了，然后紧接转上这波给压力，安琪拉交大招，兵线还有一个半血的弩车兵，感觉有点清不掉了，我们他直接给链子拽回来，杨一环在。 隔墙给了个2技能，但是小胖还是补了输出，先将满线给拿下了。不过句号此时赶到，都是残血，进一个换位，再拉扯开来，但是扛到塔上。最终风箱拿下这个头，橘右京过来之后补了伤害，击杀这个盗仔，再来了1技能，安琪拉给了个2-1，但是狂人在旁边补了个1技能之后收掉了安琪拉，一波再跟进去之后，打了狼队一个团灭，狼队由流浪收掉了最后一个医生的头。就是他们今天的这种横插啊，都给的非常精彩。 刚才小胖也是换位换到一半，突然发现侧面走出来一个橘右京，被迫只能换回去了。但一换回去再扛塔。但狼队这波做的不该啊，他们选择压这一波上，其实他是选择拿龙，你就很难推这个上一塔了。但是你推上一塔就别拿个龙，你可以推这个上一塔。 其实就是中间的考量在于你要不要直接这么去强行越这个上一塔。但这波位置是很差的，因为他没有中线，所以限制不了快手的人。然后下路线也堵住了，身后一塔刚被快手推掉，意味着狼队是没有退路的。他这一波上去压这个一塔，老实说风险太大。对，就是我还是看，我觉得你可以推，但他刚才主要是他越的人是谁？一个狂铁，一个鲁班大师。对的，他把技能交给了鲁班大师，这个也是个重点。要交的太多了，然后他第一时间被打掉了很多的状态。小胖这个位置经济虽然高，但他吃了激火，吃了控，还吃了塔伤。 就导致你其实已经第一时间没有战斗力了。这个时候就像平老师说的，因为一塔没了，一旦句号带人从河道横插过来，狼队那位置退不出去了。是，如果你保持一个满状态、有战斗力的情况下，大家还可以摩擦一下。那如果你是5个人，你把快手4个人压在塔下，你身后只有1个人的还好，但是刚刚他不是1个人，他是2个人插了过来。其实刚才摸塔，我觉得就行了。对，摸一下就走，真有点想把人在一塔下面摁死。这个就刚才那2个兄弟有点肉。小胖上路截一波2塔线。 你要塔下刚才单站一个风萧，风萧肯定也就不敢往那站，他站的是个狂铁，他是真没那么怕。流星排草，流星的狂铁是自信英雄，谁拿真英雄不自信？真英雄很难不自信。哎呦，黄牌跟上好痛，也就狄仁杰的黄牌他扛不住，对，换别的他都能扛得住。狄仁杰加安琪拉的双爆发太高了，对。苍穹打出来了。 也缺，这波少了一个狂铁的情况下，还是来进攻了一波，因为鲁班大师，但是狼队大招换大招，不惯着，然后劲要来了，但这波拽回来一个夏洛特，先把青青给拿下，然后紧接着继续往前追，但小白在草里面看着，不敢动手了，回头反打，狂铁给一个拍，直接拍到一个，究竟再过来之后又是一个2技能打到小胖，但小胖好像能扛得住，毕竟是一个肉镜，再换位撤走，不过医生是没法逃了，哎，打得真好哎。
这波的整个过程是，狼队一看你4个人敢进我5个人的红区，但是有个链子一拽走，但是第一时间开的稍微显得有点晚，想留人，但留在红口子的位置，一个空2留不住，青青这个时候进去拿肉身留人，但他一个人的能力不够。快手这边技能一化解，反手击杀啊，然后这个时候小胖来了之后一个链子点回去之后进疯了，就那个位置已经不好打了。对，就是这2波快手把整个雄鹰狼队拉扯的有点麻。因为医生是大换大，医生的大招是狼队这套阵容能否打赢团战的先手的关键。对，但他的大招是被流浪用大招给换掉了，然后流浪拉扯到了安全的位置，这时候小胖的镜落到了草丛里。而青青想留人，青青上去想打，然后被快手的这一波阵容拉扯，回头造了个脱节，让他自己死了。死了之后，小胖就不敢再进场了。那小胖再往里走的时候又有个链子。就这几波每次狼队的先手被化解的都很难受。进蓝，快手反掉了狼队的 buff， 现在的经济是拉开了4000。我现在看起来就一个鲁班大师的链子，一个杨玉环的大招，这几个技能已经是把狼队拉扯的不太舒服了。就是小技能的 combo 前面几次倒是也能给上，但是都没有能够见效。再来，这就是有链子，这是红蓝双反，但进的斩杀线更高，所以交出了1技能。那这样龙没了，只能换。换龙应该来得及。快手没有过去要阻止换龙的意思。徐浩给了个进攻信号，把中路2塔线截着，想要给这个2塔压力。尝试性留一下吗？他毕竟是一个暴君 buff 在身，他还是想去跟狼队打架的。这一下子摆的很散，完形兵甲了。卢本纳是现在的这个连控。狼队得小心一点，因为其实这把狼队他空儿、安琪拉、狄仁杰进，其实都不是很怕鲁班大师强开。但你得看情况，那是鲁班大师直接过来开你的情况下。但如果又像前面那样是狼队先动的手，对你把技能交完了，他就好开你了。反手打你的时候，他的大招是用来留你的。是的。看一下，这个时候橘子在下路漏了一下，狼队第一时间没有很怕。视野一藏，压力就来了。这样应该是要卡着线去摸下2，中2也可以一起摸。截了一下线。这段时间快手确实这5个人在一起没少练啊。对，你们之前的，在一些平台赛上或者线下赛上，其实都是阿泽带队在战斗，阿泽打中单。在战斗，所以流浪跟句号他们都是跟着自己的就流星、风萧跟晚星一直在练习。阿泽老师也不容易。对，所以他们现在到底是一个练成了什么状态，其实比较难知道。而狼队的话，他们的磨合其实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打的。对。那这样的话，这个主宰还是被化解掉了。但这2种的话各有各的好处嘛，其实都是在磨合。医生被打残了，杨玉环这波交大招，夺狄仁杰的黄牌。在这2条龙的间隙时间里，已经狼队的视野被压缩的非常厉害了。晚星的心率很低呀，就回到老东家了，安心啊。确实不紧张。你刚打年总了。下路。再破。我现在不敢贸然开团。因为狼队知道他这个阵容如果开团的话，开到必杀掉，如果开到杀不掉，就要被反流，自己还没办法。等个契机啊！高迪开始给压力了，黄杰过来杨玉环2闪，对，打了一波青青的状态，青青已经没办法打团了，现在这个位置开出大招，把线给清掉。但狄仁杰也被打到了丝血，且这样一来一回，技能消耗掉不少。上路的兵线，对，下路的兵线被青青给处理了，上路兵线跟过来，高地可以拿到。对，狼队不好打了，上高只能放，很果断啊，流浪之里。他这波就是 B 技能打状态，然后转一下上高，再来，有大的杨玉环，就是要打的装一点。
那是真难受。那他把这个拉扯发挥到极致了，就流浪这个杨玉环就骑在你脸上打，就你拿他没办法。这会让狼队产生一种很难抉择的感受，就是这个开他是不开他的。安琪拉，草里2-1给链子接回来，风萧状态保持住了。啊，这时候动龙把红草挤住，静在这个位置，用1技能试一下，但是没有成功，龙的血量控住了 ，KSG 拿到了这条龙。这一波狼队就没办法换龙了。对，这位置一直在往前压。嗯。狼队他想要赢的话，还是得在快手推高的时候，医生上去开波好的，打得好稳。但目前来看，快手没给这个机会。对，看晚星的站位，基本上就是时时刻刻等着接流浪的，接流浪接风萧，你们俩上去消耗，然后让狂铁站前头，狂铁去堵人，下路兵线运进去。没有碰撞，拔掉了这波下路高地之后，狂铁跟上去打了波狄仁杰，把状态压下去。其实这把风萧就打得也很好，就是他在队友上去打得比较装的时候，他的站位很靠后。他深刻的知道晚星没法同时保那么多人。风萧稳嘛，风萧确实是一个很稳的选手。对。开大招上去，消耗上去，哎呀，再来杨玉环一个2技能，但是没有杀掉，交中的闪现，轻轻往回退到泉水里，但中路的兵线又来了，中高也没办法打，就意味着快手几乎在没有团战碰撞的情况之下，在没有人员爆发的情况下破掉了3高，然后再把线运进去，老队这波线没办法处理了，并且进来了一波拔掉水晶，让我们恭喜 KSG 都没有碰撞，就只是拉扯就把事儿都办了。